大家好，我是金博，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盘面的走势。很多人私信我，感觉这个是不是要大跌了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个现状。那昨天我们在这边，其实在视频中很明显的跟大家已经说过了，就是它会进行一个测试。那实际它的走势过程中是由15分钟变为1小时，那现在它已经成为这个线的突破压制了。也就是说，它没有站上这个均线的话，大家就要改变这一个形状，或者是它在这边长期的进行一个盘整，用时间换空间的一个量能进行对比，就可能造成一个反转的一个形象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昨天我们是在这边走势反转的这么一个行为，那我们还是等待它再次的去高点测试。那整体的量能的话进行高点测试，然后再决胜它一个方向。因为这几天的话，美股的话走势不是很好，那我们等待。那昨天我们已经在这边述说过它的一个，呃，昨天是在这，是不是啊？它均线测试在这里嘛？那实际它的呃走法也是没有突破这个均线嘛，对不对？那相对也还是一个低点。那我们看一下15分钟是不是这样？那15分钟它是走到这，那进行一个测试之后，然后被这一根信号 K，那我们就很明显的就去做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选择了，对不对？那很简单嘛。那15分钟转变为1小时，那现在的话，它已经是在这个均线之下了，也就是说，它的趋势人的话是没有站上的。那要站上的话，它肯定还会在这边折腾一会儿。所以说，方向性的话，我们要按照它的一个方向性来选择。毕竟的话，它在这边有进行一个缠透的这么一种形状。那1小时上它也是有这么一个突破的一个行为了。那它这边是它的一个低点了。这里的话，它已经是测试过一次了。那这是第二次。我们那个阿布上说的就是首次测试嘛，它有反转，我们这边能接多。那第二次我们就要改变它的前面的一种思维，它可能会往下走这么一种形状了。好，大致的内容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么朴实无华。你看是不是？坐下来，你在这边一直拉，也是能吃到很多点的，是不是？对吧？1700嘛，1500肯定是能拿到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加密新闻方面的。那新闻方面的话，其实主要还是俄乌的这个一些大波动。那这种信息的话，我们一直强调的是，它的一个信息触发之后，它可能是一个好的入场点。那我们只需要它在结构和时间上达到这种量能上。当然，现阶段它由于它是股市下跌，股市下跌的话，它是造成一定的一个危机。而且这个说老实话，它这个时间上扯得有点久了，那很可能下面会来真的了。那前期我们一直说它一个消息的触发，它可能对我们来说操作上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它的坏消息落地，那它未来的话是逐渐变好，不管是谈判也好，或者是停止战争也好，那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向上做多的一个好消息。那现在阶段呢，有两个疑点，第一个就是时间的因为很久了，那如果再反复操作的话，就是失去耐心了。那第二个也是由这个石油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，那战略储备他们的真实已经告急了，也就是说，在这段时间之内，它可能就要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选择了，不再是一个空口推特上的这么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要求了。那这几天的话，中东局势紧张和这个股市崩盘，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的。那我们其实，在昨天这个，我们在这个看一下，这个链上我们已经看到，他们已经提取了很多很多这个，以太坊，还有这个泰达公司啊，它主需求量，这不是，诶，还有那个链上 USDT 啊，
链上数据也就是说，说明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人家大量在抛售，然后的话去获取这个现有资产。那泰达它的一个急剧抛售的这么一个现象。好，今天其实就耐心等待这么一个操作区间就行了。我们看一下15分钟上，它还是没有表现出有什么很有力的一个力量。那整个的话，你看这一根大柱子下来，强有力的，它还没有15分钟上也没有出现所谓的趋势 K。那我们只需耐心等待它的一个出现，然后再去做判决就好了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观看，有兴趣的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。也可以私聊我，谢谢大家。